权。当然，我们都知道川普非常的疯狂，可是没有想到他已经疯狂到我们无法理解。你知道川普很恨，他现在已经狠到似乎已经没有任何红线。现在大家觉得说，未来他一定要对付中国，对付中国当然无所不用其极，台湾牌是一个非常好用的牌。而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林卓水曾经讲，林卓水以前讲，卖 F-35不可能的，卖什么都不可能。可他说，他看了川普最近的动作，他说如果川普这样搞，卖我们 F-35，卖我们神盾舰，都不是不可能的了。宝杰哥，当然现在川普绝对要保留这个可能，为什么？因为现在他的牌已经很清楚。对于他其实首要目标，第一个目标，刚才我们讲的至中嘛，那至中打台湾牌绝对是一个最免洗的、最便宜的。宝杰哥，我就反问一个问题好了：如果今天传 F 卖35消息，我跟你讲不用真的卖来，已经出来，而且川普没有不置可否，那我就请问一下，中国会不会吓到跳脚？吓得跳脚！他就跟你讲说，哎呀，我可以考虑啊，我可以考虑 F-35啊，对不对？台湾4800亿，我觉得很有诚意啊，我也可以考虑神盾级啊。各位，只要有2个考虑出来，我讲中国马上疯掉。对，为什么？因为这个 F-35也好，神盾级也好，以前在拜登政府时期是绝对封杀的产品嘛。对，你要想看哦，在川普我们讲过很多遍，在川普第一任的时候，你以前绝对不会想到的武器，他居然都卖给我们了。刚刚讲的 F-16V， 我们多久要想要升级了？哈，没有关系，他把我们升级，把我们最新的改良的 F-16V， 不但 F-16V 卖给我们的 M1A2 的这个战车卖给我们了，不但这样的海马斯火箭弹卖给我们了，本来帕拉丁的这个自走炮也要卖给我们，等于当时其他你想想看，以前美国政府绝对想都不敢想，绝对不可能卖我们的东西。川普都卖了，那如果今天川普可以卖我们 F-16的话 ，F-16V 又不是 F-16哦 ，F-16V 的话，那 F-35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对，把那个是分2个层次。我们刚才讲到的都是川普第一任卖给我们的，但这一次回来，川普是什么？是2.0的川普，是王者归来的川普，是我只当这一届的川普，我就做这4年嘛，我哪有给你怕什么？所以有没有可能进行相对应的升级，跟把这个东西抬到台面上？各位，这绝对有得谈。但为什么你知道 F-35一直没有办法卖到台湾来吗？它有一个最主要的原因，不是因为价格，也不是因为说技术等级的问题，最主要是因为保密的问题。怕泄密。对，美国过去他不相信台湾军方。对，美国过去最害怕的就是说你台湾军方共谍一大堆，到时候我真的卖给你了，你把里面的这个相关的机密如果泄露出去的话，对我来讲是会造成非常大的隐忧嘛。所以是保密的问题。对，但未来请问一下会不会有这个问题？各位搞不好没有，你知道为什么吗？大家怕死了，看到川普跟鬼一样，谁敢泄密啊？今天台湾，他只是点头一句说我要收保护费4800亿，来，我这个大哥请痛上。谁敢去动他？但因为你知道吗？为什么我们大家讲说川普有可能玩真的？你要从他的整个国安布局的人士来看，第一个，这个国安顾问说袜子也好，我们讲 Rubio 也好，袜子还有一个最大的特色，以前是绿扁帽，大家都知道嘛，对不对？但他是什么？他是抗中保台第一人。为什么我讲说抗中保台第一人？他是最早主张说，你乌克兰战争的这些经费，以巴战争的经费，你会讲你都不要浪费。你现在最重要的战场是哪里？他说就中国，你应该要把这些经费挪移到台湾这个两岸战场上来，这才是首要之务嘛。所有其他的地方打仗都没有意义，所以你看到现在川普这批人就很火大，说你今天这个俄乌战争打了3年多了，今天美国已经花了几千亿的在这个上面了，就你还在跟我焦灼，跟我打泥巴战，你在搞什么？对，而且我们讲不只是他讲这句话，你知道他更可怕的是什么吗？他其实一直以来都有帮台湾，他是在一个我们讲老五小组里面，但这个老五小组对他专门做的事情就是说我要盯紧这个我们讲对台军售预算，他之前就有提出一份报告说，搞什么啊，19样。你怎么这些必要的军售你都延宕？你拜登政府到底在搞什么？那骂了老半天。所以宝这个预期的是，如果未来他来当这个国安顾问，对不对？那我就请问一下，台湾的军售还会不会像以前那样拖？不会吗？不会，绝对不会，因为他不可能自己打自己脸嘛。他就是说，你台湾这个是怎么讲，最多首要当务之急。所以他是玩真的，因为他们的原则就只有一个，只要台湾的军事实力提升，就可以对中国产生威慑力。而我就是我们增加我们美国谈判的筹码嘛。所以包括我们讲的这个 Secretary of State Rubio 也是持一样的概念，更不要讲说，联合国他也没有给你好看。我们讲 Stephen Nick 他干嘛？他抗中第一人他总是我们讲的对北京持我们讲的非常高度批判的态度。所以你想想看，进到联合国之后，他会给他好果子吃吗？所以宝杰哥，你知道吗？华府安全顾问的这家公司明灯全球战略，他怎么讲吗？他说我们现在是 Christmas morning。像圣诞节早上一样，好快乐哦！看到一下又这个，一下又这个。他特别强调，对于抗中鹰派的人，现在的这个布局，现在的气氛，就像是耶诞节的清晨。对嘛？所以你看，包括是 George Town 的时候，他说我跟你讲，但是你看完这些人，对不对？最主要做主的是川普。这句话我觉得对也不对。你知道为什么吗？为什么川普除了任命这些抗中派之外，把了个第二个重要的事情，他说什么？我们要扫荡深层政府。其实这个东西有深层政府。对，其实这个东西有其来有自。各位你知道为什么吗？大家都不知道。川普2016年的时候就说他要扫荡深层政府，因为理由很简单嘛。
川普狗狗解朗，他那时候呢初次当选总统，对他来讲说这些华盛顿的特区 DC 的人全部都不认识，他当然要打造一个新的团队。宝杰哥，你知道他总共选举的时候讲了几次吗？他讲了79次。2016年79次。对，那后来他有没有尝到苦果？有，他果然呢就被深层政府整坏了嘛。还记不记得他那时候第一任的国安顾问？所以你是说他现在在华盛顿特区只拿到6.5的选票？华盛顿特区就是深层政府号称的深层政府的所在地。对，他第一任我们讲，他那时候聘请一个国安顾问，就是你知道那国安顾问发生什么事情吗？我跟你讲，不到几个月，后来没多久之后就下台了。你知道被谁捅了吗？被联邦调查局副局长捅，说这个人通俄，然后那时候联名16个人，马上就把他搞下来。所以川普为什么这一次上来的时候，他说最痛恨几个单位？第一个，联邦调查局。宝杰哥，你知道他说要干嘛吗？他把 FBI 给撤换掉。对，他就叫这个 Matt Gaetz， 他说 Matt Gaetz。直接发言，我就要把 FBI 撤掉，就是要报这个新仇旧恨嘛。当时我的他连 FBI 都对付，这不是你搞我嘛？我第一任的时候，你 FBI 不就直接把我的国安顾问，把那个国安顾问什么等级的角色？他有时候比国务卿还重要，就是川普的心腹啊。而且他用的名义是什么？你知道吗？通俄，说这个人去见俄国外交官，通俄，我就要把他搞掉。所以包括呢，我们讲 CIA 有没有？川普第一时间也是把这个人换齐。所以你代表什么意思？你知道吗？他不只是说我今天要大清洗，把底下的人全部都搞掉，包括我们讲的 CIA， 包括我们讲的国安顾问，包括我们讲的 Hexes， 大家已经百思不得其解，说，这个是我们讲的肌肉刺青猛男，找他来干嘛？理由很简单啊，因为他跟所谓的深层政府完全没关系。因为 Deep Swan 它代表的是什么？代表是说，这个美国政府盘根错节，除了深层政府之外，还有一些军工、产业、媒体。所以川普不是只这样，他是分2个层次哦。第一个层次，我先把深层政府这些藏污纳垢的华盛顿特区的特权全部扫荡掉。第二件事情，我要开始处理什么？宝杰哥，我跟你保证，他要开始处理媒体。你知道为什么要开始处理媒体吗？以前大家记不记得？他已经开始处理媒体了。对啊，因为拜登那个时候还记不记得他儿子那时候电油门？你知道那时候川普多生气吗？他说乱搞，拜登的儿子，然后那个电油门涉及到说我们讲商业甚至毒品相关的问题，跟乌克兰有关。然后他说新闻为什么都不报？没人报 ，CNN 你也不报，对不对？大家都不报，对不对？然后那时候我们讲Elon Musk 这时候也跟他搭上线了，因为为什么？Elon Musk 后来是不是接管 Twitter， 后来变 X 嘛？他把这码邮件丢出来，对，连我们 Twitter 那时候呢，上面都有收到相关的指令，说全面封杀相关消息。你如果敢报的话，就说这是假消息。所以对于川普而言，他就是要把过去这些2016年让他落选的那一群人，让他呢完全无法施展手脚的那群人，全部换下来。因为这一次他绝对不要受那些窝囊气，他要彻底的当一个完全的美国总统。而且刚才讲的，当川普开始要就任的时候，我跟你讲，现在民主党虽然卖我们很多次的武器，卖了17次的武器，可是都是那种小零件、周边的零件、甚至软体。这次决算卖我们这个新的武器 NASAM， 你说这个东西是真的有用的？拜登政府总算卖给台湾一个有杀伤力的武器了。宝哥，这个就是空军版的海马士。你如果觉得海马士很屌的话，我跟你讲，这个东西也特别厉害。为什么？因为拜登现在在恶补嘛，眼见说完蛋了，川普要上任了，我赶快能够恶补的学分我就全部恶补。因为这个NASAMS它装载是什么？就是 AN-120，大家对于空中 F-16我没有嘛 ，AN-120很熟，很厉害耶。对，当然为什么？我先跟我讲，它的打击范围呢最远呢，所有的导弹，包括 AN-120或者是9X型号，2个型号都有。最远大概打150公里，但是呢，厉害的是配合的雷达，因为我们讲到的NASAMS它只是发射载体而已，雷达它同并卖哦，包括 AN-NQP 我们讲的 NPQ-64，以及另外一个那个 AN-NPQ 我们讲的77，你知道是代表什么意思吗？代表说从150到300，各位300到哪里？到中国内陆，所有的雷达扫描都在我们的范围之内，所以只要你有来自任何的空袭，或者是任何敌机的进犯，或者任何导弹，你刚发射，你就刚从那边射出来，我马上侦测到，我马上就能够拦截，所以等于是说，我们讲海马斯来了之后呢，再配合这个 NASAMS， 等于是台湾从地面到空中全方面的都布下天罗地网，让大陆没办法进犯。好，吴董，刚才讲说，现在美国卖 F-35，你说美国不用真的卖 F-35，美国光是谈要不要卖 F-35，就会让习近平怕死了。对，我现在讲就是说，川普的时间非常有限啊，他现在将近有到1月20号就职嘛，就将近快2个月时间。他整个完成他的100天的话，我帮他算了，大概在520左右，就5月下旬啊，这个时间非常短暂。在那么短暂时间之内啊，他要能够逼退普丁，那泽连斯基不是他的问题，对不对？泽连斯基的问题基本上是欧盟的问题，欧盟或北约的问题，北约会听他的嘛，所以他真正的苦恼的部分只有普丁，就是普丁一个人，要说服普丁。那他不，普丁没得说服，没得说服。普丁的这个坚定的程度哈，是举世皆知啊。
他打俄乌打成这个样子对，他还是一直讲，他就跟你长期跟你每搞到底天死将近2000人，我照样跟你他打。照样跟你搞到底了。他今天知道他能够过了这一关以后，他就会变成世界上一个重要的一个一流国家嘛。他要为了他这个国家跟他自己本身的存在而奋斗啊！而且不想谁信也的。那现在这个问题到现在，那川普也是一样的问题啊。那川普知不知道这个困难度呢？以美国的情报系统，以美国所有的管道等等，通通太了解了嘛。他在军事上来讲的话，最近看到，你看乌克兰已经有传出一些捷报出来，他的攻击已经开始火力，因为我已经放宽所有的限制了。对，但是这个东西能不能够击溃普丁？不能，不可能的事情嘛。所以唯一的，而且长期的问题，它就是北京的问题，就是习近平的问题。当然，这里面有非常多的变化性在里面。所以说，台湾牌，比如说跟你讨论新的军售，或是讨论说这个台湾的地位问题，都是因为中共不断施压嘛，所以限缩很多。他把这个开放，所以我认为他现在做的事情呢，会做什么东西呢？会用一些比较不要花钱，对，不要费力气，然后呢，松绑就好，能够制造你习近平的政权不稳定的因子。这个是他最重要的事情，他要经过详细的计算。我再重复一点，我不认为今天北京当局会怕你这个川普的这个把什么关税60%，那个是2-3年以后的问题。而且假使现在这个习近平的政权内部有不稳定的情况之下，因为川普的压力到北京身上的话，会巩固，反而巩固了习近平的力量。那只有一个牌会让习近平受不了，台湾牌，就是台湾，最后怎么算？我都认为他们必然会打台湾牌，而且当卢比尔开始出现的时候，我就摆明了，他用极端的恶意，非常强烈的恶意来让习近平看到他对中国的这种展现出来这种要破坏的决心。卢比尔是被他制裁2次的人呢，那这个东西怎么解决？他管你的，他拎刀来逮起。最后我告诉你，北京当局北京习近平这些外交官最后唾面自干，就乖乖的跟罗比尔去谈。但是这个东西还不够彻底，一定要逼到普丁能够转化为止。好，辉正，当然我们现在对于川普的开始要即将就任，我们讲我们既期待又怕受伤害。现在刚刚讲的，你的确都是一些对台湾非常友善的人来当选，而且你现在也是抗中的路线没有改变，这个台湾当然安心，我们的安全受到保障。可中间有一个马斯克马斯克跟他很好而且马斯克入阁了，不是，而且马斯克的妈妈现在就帮美国，马斯克的妈妈现在在台湾，在中国代言一个床垫呢。是我跟你讲，马斯克他最夸张的一件事情，他现在已经变阁员了，他现在成立了一个部门叫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Efficiency 简称叫 Donkey 变狗狗币了，你知道吗？还帮他们自己的狗狗币在打广告，你觉得不可思议？但这竟然是真的。马斯克变成一个政府部门的阁员，叫做这个就是这个效率委员会，对，就是个效率委员会。而且呢，马斯克话讲的可是很绝，他说我们这个川普讲的，他说马斯克跟他其他的人要为拆解政府官僚体系、削减多余的监管、浪费性的支出和重组联邦机构铺平道路。什么意思？你们这些人以前一天到晚管我们、弄我们，把我们这些比较真正是觉得为美国好的人管个嬉戏。现在我们整个满血复活，换我们来开始搞你们了。所以他跟马斯克两个人联手起来。所以我们刚才讲到的，川普现在回来要对付几个地方，一个是政府，一个是军队，一个是媒体，一个是学校。现在有2个是伊隆马斯克可以干得了的，一个是我对付政府，第二个我对付媒体。是这2个都是，尤其是伊隆马斯克，他之前不是讲吗？那个 X， 你知道吗？其实伊隆马斯克也非常不爽美国政府，就是对于他那个 X， 就是说你们这个 X 有很多什么歧视性语言甚至有鼓吹一些种族的一些问题所以那时候其实 X 被那个监管得很严重，他们现在就说全部都给我拆掉。而且我跟你讲那个川普搞不好还不能在之前好像有被限制，不能在 Twitter 上面发言对，那现在是不是大家他们2个人，一个是所谓的你美国政府下面的一个受害者，禁止他那个言论自由，另外一个是这个平台的人，他也觉得那时候伊隆马斯克也很不爽你为什么要进我这个平台？你为什么要对我的平台的言论自由管理那么多？所以这个人携手合作要干嘛？就是追过去这些政府机构，你管我们太多，你挡我们的路，你竟然阻止我们重建社会秩序。现在伊隆马斯克跟川普2个人要干嘛？重新制定秩序，
什么秩序？这个美国秩序跟这个宇宙的秩序。好，所以周老师，其实在这里面，我觉得对台湾人来讲，看这个所谓的马斯克最耐人寻味了。马斯克跟中国的关系那么好，他的妈妈在中国又有非常大的一个代言，那现在他又在川普的这个中孙间扮演这么重要的角色。听说两个人每天坐在那个地方，然后前面那个大字报、大简报里面，然后那不断的一幕来决定这个人要不要，这个人要不要，这个人要不要 fire 掉。如果今天伊隆马斯克有这么大的权力，那台湾到底会如何呢？这个他跟马斯克到底要干什么呢？其实在美国的右翼的眼中，本来政府就应该要废掉。以前雷根总统讲过说，政府根本不是解决问题的解方，政府就是问题本身嘛。好，所以基本上川普在选举的时候就说，我如果当选，我就绝对让你担任一个新的委员会，叫做政府效率委员会。对，那当然就要大砍这一些所谓的我们在台湾讲的临时元。好，然后呢，把这个政府的预算往下减哦。我们知道每年政府其实都有他把300多个减到80几个。对，没有错嘛。其实说实在，现在 AI 的时代，以马斯克的眼中来看，根本很多机器做的都比人还好嘛。那这个台湾可能也许可以学一下。那我要讲的就是说，其实马斯克对台湾是真的不好。他曾经不止跟刚刚慧珍说，跟普丁说这个新建别给台湾用，他甚至还说过，台湾应该是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大家忘记这件事了吗？对台湾不好。对，所以其实马斯克他的确是在川普旁边一个亲中很大的势力。但是我们不要忘了，除了马斯克之外，还有另外一家科伯吉，科伯吉叫做 Albert Kobe。那他也曾经说过说，台湾你今天如果国防预算没有提高5%的 GDP5%的话，那你们自己要看着办嘛。你把我美国大兵如果要牵扯到你们台海战争，那是不道德的事情。他还写在台湾的这个英文的报纸上面。所以你要知道，其实川普现在我觉得言之过早，说他一定会对台湾特别好。